苏恩牧师啊，通过这个营会，那我也想听听哈，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其实还有一些事情呢，是要靠我们自己来选择，有这样的盟约精神，或者说有这样的爱的精神，我们才能够改变的。那像比如说生活中有一些真的就是有的人就是有这样的坏毛病啊，他改不了啊。我不知道这个师母和宋恩牧师你们有没有啊？就这个习惯一直改不了，而且还到如今了啊。假如说就是这样，这样就两个人就是会有矛盾，但是这样的矛盾就是一直长期下去，到现在都没有改变啊。那太太会不会就觉得不行？你这样的，当然我们不会因为衣服这么一件小事去离婚了啊，但是却会觉得很不舒服嘛，有的事情啊，我只是举一个这样的小例子。那你们有没有？就是好像神没有出手，到现在还没有出手，但你们仍然可以用盟约精神来改变的啊。我想问问苏恩牧师，你有没有？我想有些时候不只是一件，我想讲不是只是一个习惯，而是一件事情。这个事情就发生在家里面，那对方可能就一直不会改变，而且不可能改变。就算你跟他我跟他抱怨，跟他反映，也不见得会改变。那我觉得这个时候先讲这件事情是什么事情，就是虽然从他大二就开始养猫嘛。所以等到跟我结婚的时候，那猫都养了这都10年以上了，然后我才跟我结婚，所以他跟猫的感情10年，我从这个新婚才刚开始累积，这两个落差是很大，所以结婚后我就常常的抱怨说，你怎么爱猫比爱我还多，对猫比对我还好，那我就会很生气。那从一些小事情上面，就比如说，我就刚结婚的时候很不能够理解，为什么诗人会让猫咪进到我们的卧房，而且跟它一起睡。说这个宠物是宠物，这我是你的丈夫，这两个能够混为一谈吗？这个床应该是让我跟你这个丈夫跟妻子睡的，而不是让你跟宠物睡的。这个就非常的不能够接受，不能够理解。然后但是我跟他怎么反应，怎么沟通，也不可能改变。那他不可能把过去10年对猫咪的爱，就一下子就换成对丈夫的爱，这个是绝对是没有发生过的。那我觉得他这个时候呢，就是其实很无奈，那你能怎么办？就过日子呗，就是生气归生气，但是也不会因为一只猫咪就离婚了。但是呢，我就赌气，可能我其实对猫咪说，我可以活得比你久，看谁活得比较久就是这样赌气开始。但是后来我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呢，因为我从来没有很长时间养宠物的经验，我跟薛仁不一样。薛仁他已经养了这只猫10年，那个感情的积累，怎么能真的说放就放呢？这不合理。所以，而且对他来说，猫咪是他的家人，不只是宠物。我头脑上只听到这句话，他这样跟我讲，可是我心里面完全没有这个经验可言，我里面没有这样的经验作为 database， 所以我不能体会他的那种跟猫咪的情感连接的深厚度。直到我们一起搬家到加拿大，猫咪也搬来了，在他这个坚持下说，猫咪不移民，我也不移民那没办法把猫咪办好所有移民的手续文件，然后买了机票带过来。这关于猫咪的，可以再去看我们之前讲过的视频。总而言之，也在加拿大活了这样10年，猫咪可以说是我们在加拿大没有其他的朋友跟亲人，它也跟我们活10年，我才慢慢体会到，原来猫咪可以在那个过程当中成为我们的家人。就我不再看它是宠物，而是家人。到那个时候呢，我就完全不会有这个问题了。不但猫咪跟薛仁睡，还跟我睡呢，会钻到我的被窝，还钻到我的手里，然后还觉得很开心。所以这就让我想到说，其实有些对方让我看不起来、不习惯的事情、不舒服的事情，不见得是每件事情都需要改，我要去分辨。有时候这件事情就是需要我去接纳，
或者去体会、去了解对方。那后来发现说，其实我跟他一样爱猫咪。到后来，我们甚至端到美国，我们的猫咪也在这边过世的时候，在那个宠物医院，他哭，我也哭啊，他哭得很大声，我哭得也很大声呢。我甚至面对这个柜台的那个人员，对不对？都不由自主的一直掉泪哭啊，这就是那个情感，把它当作像家人一样。那甚至我们后来又养了新的猫咪。有一次我又这个去到跟同工去教育同工去外面去做同工的推销会啊，想家里的猫咪啦，但是没有呢。可是那个营地里面有这个可能是野猫吧，我猜的是。就去找那个厨房吃东西啊，吃完看到了，我就忍不住去抱它。另外同工就看到，觉得好像不以为然，觉得你怎么会去抱一个你都不认识的猫？而且我们等一下就要吃饭，可能就是提醒我了一下。那时候我就是会心的一笑，觉得说这个十几年前我跟你一样，我没有办法体会猫咪跟人的那一种的感觉，那一种的可以像家人一样的情感，所以你不能体会我了解我完全理解，因为我以前是这样干的，我以前这样干，不能理解猫咪跟我老婆之间怎么可以这么亲爱呢？所以就是我就觉得透过这当中就看到说，夫妻当中有些事情你看不顺眼看不惯，不一定是他一定需要改，而是我们可能需要更多的去了解对方，体会对方，然后甚至到后来你可能会跟对方一样，也就一样的爱猫咪，把猫咪当作家人一样。所以如果不是一个违反圣经或是原则的问题，有些习惯是不能有的，比如说这个爱赌博爱酗酒，这些习惯就不能妥协，就是不能说因为对方就喝了十几年，或是这个读了十几年，我就只能接受，这些是伤害到整个家庭的根本、经济根本、两个人关系，这些还有孩子的教育等等很多的问题，这些有些我们就不能够去妥协容忍。当然也不是就是跟你革命起来，也是需要循序渐进的。所以我觉得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去分辨这个问题到底是不是真的一定需要改变。如果不是真的需要改变，像我这个情况的时候，我当下不能接受到，我慢慢10年下来，我就可以体会理解，然后后来甚至我跟学人一样的去很爱猫咪。那这就是我觉得我不知道过程中算不算上帝有出手，但是呢，我觉得我自己的心态是有很大的改变。那这个也可以促进两个人可以从原本的差异当中，然后慢慢走向这个合一跟一致。太好了，这个例子很好。也就是说，其实在夫妻当中有很多的是不同点，那这些不同点要分辨，看看有的不同点也许是说不需要对方改变，而需要自己去适应的甚至将来可能跟对方一样了呢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关于养宠物猫咪的这个感情的处理问题。求你用